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我們繼續還是從科技議題來看哈。英國的晶片設計公司安謀科技的首席執行官雷內哈斯，他最近提醒，他認為幾乎不可能阻止向中國大陸出口可用於 AI 的 CPU 啊，因為呢，他說這個 CPU 的用途廣泛，很難區分哪些是專用於 AI， 而且呢，也很難像對於當初對這個輝達生產的 GPU 那樣呢，對 CPU 設定具體的性能阀值還有內存帶寬的限制。講白話一點呢，就是無法做到像降規這樣的一個方法。彭博也報道呢，中國大陸至少有7所支持解放軍跟國防產業的大學正在尋求取得輝達 H200晶片的使用權，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還有西北工業大學，就屬於致力於支援解放軍的精英大學群體，所以呢，也被外界稱為是國防七子。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呢，去年就有一份報告表明，說 H200的運算能力大約是先前獲准對中國大陸銷售的 H20 晶片的6倍以上。好，那又回到了這個 H200啊，這個關於 H200的禁止啊，然後解禁啊，這個戲碼我們看到啊，就是一下子解啊，一下子禁啊，不斷的上演。但根據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最新消息，陸老師你怎麼看？就是支援解放軍發展的，剛剛提到國防七子這些大學都可能拿到 H200的這個消息，以及它後續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事，因為為了滿足美國那個政府裡面的鷹派的要求，所以美國一定要對中國的这個晶片要做一個禁止的一個行政動作。但是呢，他現在只是希望我是戰略上延緩你中國的 AI 追上我。他並沒有辦法全面的禁止，所以他只能禁止說你不要超過我，你大概晚我1到2個世代，是這樣一個情形。那第二個呢，算力的所有權跟算力的使用權又不一樣，所以這個中國的這個西北大學的國防七子啊，他沒有擁有這些 AI 晶片的所有權，但是他可以用雲端租賃方式來使用這些 AI 晶片，就是我沒有擁有，我物理上沒有擁有你，但是我卻可以用雲端上傳的方式，我卻使用到這些晶片。那美國政府對這個呢，又沒有辦法強烈的禁絕，就是禁不了啊。對，就發覺他是沒有辦法禁絕，那他也不會真的就去做一些禁止動作，所以這就非常微妙了。哦，那第三個呢，這樣又可以滿足美國這些科技大廠 NVIDIA、Intel、AMD。他們的晶片還可以賣到中國大陸去，又維持這樣，所以是三方都滿意一個情況下。雖然三方並沒有坐下來談好這樣一個方式，但是三方啊也有這樣一個默契，說我就做到這樣就好了。美國禁止，中國想辦法，它不管是雲端使用，還有從第三地取得這個晶片，中國到現在還是繼續在做。那 NVIDIA 呢，繼續想辦法把它晶片能不能實體的賣到中國，因為中國很多的業者。那美國政府也許可啦，像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TikTok， 都美國商務部都許可，他們可以買這個 NVIDIA H200的晶片，這個是沒有問題。所以這很像是一種不能說的默契，的。對，就是沒有形成默契的默契。OK， 沒有形成默契的默契，但大家都知道，我們彼此之間有這個默契。對 ，OK， 那所以。國防啊背後的力量當然是高科技哈。這個法國的海軍新聞啊，最近跟美國戰區網站呢先後報道，就指稱說他們最新拍到的衛星照片啊，一張是在5月31號，一張是在6月1號。說這照片顯示呢，大陸江南造船廠下水了一艘全新型號的攻擊型的核潛艇。那主要的特徵呢是流線型船首、X 型舵，還有極小的指揮微殼，帆照呢則是標準特徵，但是設計者看起來是想打造更流線還有減阻性高的前艦，所以呢去除帆照。衛星照片顯示呢，這艘全新型號的攻擊型核潛艇啊，長度大約是120米，接近維吉尼亞級核潛艦。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呢，它沒有傳統的指揮台微殼，無帆照設計有助於減少水下阻力，還有降低噪音。根據戰區網站他們的報道說，長度剛講說120米，寬度大概10到11米左右，比中方現役最先進的093B 型核潛艇啊，而且是核攻擊潛艇呢更長。這個是金哥的專業哈。您就我們看這艘報道當中，這個大陸全新型號的攻擊型核潛艇，那特別是講到了潛艇，美日最擅長就是常宣傳說他們把前艦啊、反潛兵力啊主要潛伏在宮古海峽、大隅海峽、對馬海峽、巴士海峽還有巴林塘海峽等等海峽哈，哇，真是密密麻麻。好，那所以呢，
現在說到這艘最新型的攻擊型的核潛艇，在應對美日聯手的這個潛艦布局上，有沒有特別值得觀察的點？我想第一個先從這個海峽，你剛剛提到那些就是有關這個美日希望遏制啊中國大陸這個向外，然後管控，就是去主控了很多海峽。我要提醒，假如不是在你的未來假想敵手所必用之航道，我們經常有一句話講說，這個地方能形成戰略要域，必然是攻者所必取，守者所必固。假如他根本不要用那個航道，比如說青津、中古啊、馬嘎薩、這個龍目啊，這個多得不得了。那這麼多海峽的話，就是說你必須人家要去的地方，你能夠卡住它，才布在那邊嘛。對，然後呢，你用了這個就是第一島鏈上這些島嶼之中去卡住它，它現在在那邊整軍軍武，到底能不能達到它的目的？而且呢，它要能夠去這個保護自己的安全，你要知道。你在你這邊沒有進駐一個這個就是飛彈陣地之前，這個地方是絕對不會吃炸彈的。你這你設了一個基地，你就等着吃炸彈。對，所以現在為什麼琉球那邊就是對於反戰呢，那個聲浪越來越高，而且對於這個日本呢，就自衛隊要那邊加強駐軍那個整個社會反彈很強。就是你將來這個徒有這個怎麼樣？徒有地之利而無利與之豈非禍之有？對不對？你把這些人搞來，那不是很糟糕嗎？第二個呢，我也要提醒，假如這個東西真的這麼好，對不對？那為什麼這個拖到潛艦在這個人類的歷史中已經幾十年、近100年了，為什麼到現在才冒出來？各位你要知道，那個艦體像這樣子上面沒有這個帆罩，對不對？你有沒有想過它可能會滾啊？那個船會滾啊！我們一般的船在旁邊還有多2個縫，叫閉龍骨，就是要遏制它的 rolling， 就是那個水流、海流，然後它可以讓它穩定前進。側邊來當那個整個船會這樣打滾的，所以不要以為說是任何新型設計，這個新型所有的這些艦船設計有這個長處就有那個短處，這個沒有說只有利而無弊的。那現在呢，大家都在那邊判斷這個那個這個到底是不是核潛艦？我覺得大家也要了解，這是因為從它照片之中看出來，就是說跟一般的柴電潛艦的排煙這個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做一個判斷。那到底它最後真正的它所謂的任務職能啊，我們講說它 mission role， 它的任務職能是什麼？我覺得這個都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所以呢，我們呢，對於所有軍事的預判，尤其是這個就是這個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大陸的軍事預判，向來都是非常失誤的，對不對？往往這小孩剛生就在討論未來太太要娶誰，對不對？就真正呢很多東西呢都在完全沒有注意當中就橫空出世。歼20就是這樣，對不對？好幾個6代機，呼一下就橫空出世。您看到這個，其實最近看起來日本蠻緊張的哈，所以就是尤其是在中美習川會之後這個看起來中美的關係是稍微緩和了一些。那當然大家也會聯想是不是東亞這邊會出現一個戰略真空？因此呢，就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月初就立刻找來了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仕兩人在東京會面。那兩國呢，除了宣布將菲律賓提升為日本在東南亞第1個全面戰略夥伴，還共同宣布叫正式啟動太平洋專屬經濟區，也就是 EEZ 跟大陸之間的劃界談判。不過這幾天其實引發熱議因為大家在想的是台灣在哪兒呢？那台灣有沒有發言權呢？好，中方外交部已經對此嚴肅重申，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並且指日菲兩國在台灣東部海域的劃分計劃已經侵害到中方的海洋權益。台灣方面呢，也聽到了外交部有發言了，說已經要求日本跟菲律賓呢提供談判海域的詳細範圍與資訊，因為相關水域跟台灣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有高度重疊呼籲日菲兩國務必考量台灣的權益。但說了有沒有用？好，我們時間往前推來看，日菲兩國呢在2024年7月就簽署了這個相互准入協定2025年呢9月正式生效。那這也是日本自2戰以來首次跟亞洲國家簽署的部隊准入協議。這個協議其實就是允許兩國軍方可以進入對方的領土部署，參與聯合軍演，而且大幅簡化人員跟武器裝備的通關程序。這邊有一張圖，就是這次我們看到引發
這個熱議的部分。好，這個顏色很清楚哈。那來看日本是藍色的線哈，因為呢他說這個他經濟海域哈就劃分是這個樣子，這樣的一個藍線。那菲律賓呢紫色的，兩者的重疊部分就是說他們要來協議要談判的範圍。可是別忘了這個台灣也在當中，台灣的專屬經濟海域哈是也涵蓋在裡面。因此這一次呢看到台灣跟大陸的態度哈有不同之處哈。台灣說肯定日菲談判，那海洋權呢恐怕會邊緣化。中國大陸則是反對啊，並且派艦巡航，強化台灣的代表權。好，所以呢，這次針對這樣的一個事情哈，我們看到的是說，其實日本最近這段時間其實動作頻頻。我先請教劉老師了，因為從日本的武器外銷解禁到現在呢，說這個專屬經濟區要跟菲律賓一起來共同談判哈，特別大家就聯想到了，最近包括台灣也在講說這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可是台灣方面沒有發聲哈，也沒有特別針對這個事情有什麼樣多做的一些解釋。那你怎麼看呢？就是日菲對中間的博弈關係。對這個講起來哈。就我們看到日本呢，你說高市早苗上來以後，他其實在外交上比我們表現的想的要強硬，而且他是一整套的一個策略。你先不要講說哪個之前的，你說這相互准入協定，你看他今年不是參加了菲律賓的肩並肩演習嘛？哈，对。你說更早一點來看呢，在5月2號的時候呢，高市早苗事實上到了越南。到了越南以後，然後到了澳洲，然後同一個時間派了小泉進次郎到了印尼，然後印尼以後到菲律賓，然後到菲律賓以後，小泉進次郎到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香格里拉对話的時間，然後那麼高市早苗，那麼日本政府就把小馬可仕請到日本去。其實是5月28號，5月8號他們是國事訪問，他還在這個國會演講，還贈詢日本的天皇夫婦，請這個小馬可仕夫婦吃飯啊，把他整個提高。那為了提高呢，強調說幫你整個軍事的現代化，這個潛艦的水面上的這個武力啊等等。因為今年呢，就高市早苗來講，他是10年前他師父安倍晉三提出來了這個印太的之類的10週年嘛，所以他想夯實的15年觀念。然後他這樣想，美國如果說你要改变策略，日本要扮演更重要的領導的一個角色啊。所以在這整個情況下，菲律賓的態度又改變了。菲律賓呢，本來呢，它是在美國打伊朗以後呢，菲律賓因為需要中國的肥料，所以菲律賓對中國的態度有點軟化，講說包括開發的海底的天然氣啊什麼的，它才跟中國一起開採，它採用比較開放的一個態度啊。可是開放態度，就到了日本去以後，日本這麼高規格的接待怎麼樣？那菲律賓又開始強硬起來，以後就回到你剛剛講的問題了。然後他們在海上的這個海面上的這個 EEZ 哈，那專屬經濟區，海底的事實上是大陸架啊，我們有或者叫大陸棚啊，大陸棚海底的這個大陸的劃界，海上的專屬經濟區，那這一劃把台灣劃沒有了，那我們呢？所以我覺得外交部最早的時候態度太軟弱啊，太軟弱就引起很多輿論的撻伐。對，撻伐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什麼樂見，我們這稿沒有了啊，那外交部整個才強硬起來。所以這是我們一定要該講的話，還是要講。你跟一個國家關係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我們的利益，我覺得要捍衛，這是很重要的。莊老師啊，您覺得日菲雙方這個主動背後有美方的影子嗎？應該這樣講哈，絕對有。不過日菲雙方小心翼翼，避免讓中國抓到把柄。好，那我來錄影前還特別查詢了菲律賓跟日本的媒體哈。那以菲律賓的這個詢問者報跟新報為例哈，幾乎沒有提到台灣，有的話也是只字片語。然後呢，是提到別的事情就順便提到而已哈，所以我們覺得很遺憾。那倒是呢，中國提到了很多啊，美國就絕口不講啊。第一點呢，菲律賓沒主張中國最沒有資格講國際法，特別是國際海洋法公約這些東西，因為2016年南海仲裁案結果宣判，中國的看法是不承認、不接受、也不理會。第二點呢，這個菲律賓媒體強調，他們是把原本模糊的南海問題變成更透明的一個狀況，讓世界各國可以來監督管理，雖然認為是好事。第三點呢，他們也特別強調，他們無意挑釁中國，他們只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一個自主而已。那日本媒體的報道就更有趣了哈。第一點呢，我們不管是主流的讀賣新聞，或比較保守的這個財經新聞、溫和的朝日新聞來看哈，第一點他們會主張說，中國可以出來倡議啊，一帶一路，讓他們出來倡議啊，這個 RA 啊，雙互准入協定，為何不可？因為天下之大，不是中國一國所能獨治嘛。更何況
日本跟菲律賓不是最近這幾年才有合作，因為戰後這幾十年來，日本一直是菲律賓最大的發展援助國。那此外呢，日本方面提到一個叫做兩海聯動的這個戰略，也就是說，日本視為命脈的宮古海峽跟尖閣群島，就我們講釣魚台列嶼哈，是跟南海是聯動的。如果南海有失，日本不能扮演角色的話，會危及他們國際民生，所以他們這樣做認為是對的哈。那總的來說呢，日菲兩國媒體呢的輿論揭露3點：第一點，確實是攜手合作了；第二點呢，他們追求的是務實的理智，而不是面子；第三點呢，他們特別強調沒有美國啊，他們不會挑釁中國，也無意跟中國抗衡，這是他們特別強調的。建哥，我看到你有發文哈，簡單30秒就好了。您特別點名了海洋法學者。对，我在講啊，其實這個最簡單，請參據1969年北海大陸礁層劃界案。2個國家在左邊跟右邊，你無論怎麼樣，你的海岸線沒有連接，你不可能畫個東西把中間那個東西給蓋住，這是最基本的。最後劃界的結果，那德國去告丹麥跟荷蘭，這個就跟當年一樣，丹麥跟荷蘭合謀，然後呢，他最後就是中間把它卡開了。我們要要不要學德國？這是綠營的政治智慧啊，對不對？而且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5條、第84條，無論你怎麼畫，你看你能不能在聯合國秘書處註冊，只要有人有異議，你都是白畫。所以這件事情還有後續我們會繼續的觀察。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關注伊朗局勢，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